来吧，新玩具戴亚克隆的 DA65号现在已经炒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价位啊，所以呢，应运而生的 KO 版 POP01来了。盒子外包装直接是实物的照片，但是底下这里还有一个镭射的底色，一份说明书，这个应该就是照着原版那个翻印出来的啊。不过看起来里边的线稿似乎有一些模糊。附带两个戴亚克隆的小人儿，做工了细节方面来说，感觉还是可以的。脚底下也内置了磁铁。可以和车厢进行一些互动，关节活动的范围啥的也没啥太大的问题啊，松紧度还挺舒适的，在细节方面来说，刻画的还可以啊。作为擎天柱的原型机，这台 DA65最大的魅力可能就是车厢的一些互动玩法吧，再加上戴亚克隆系列互动拼插的这种元素，所以这一套 DA65在民友之间是相当受欢迎的，可能这也是这套原版炒得特别贵的一个原因之一吧。所以这一套 POP01也是切入了玩家的这个痛点吧。当然嘛，车厢中间的这些扣子卸开，还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延伸，再加上这一套的售价比起来官方原版要便宜很多，你就算把它当成一个官方的扩展模组，又或者说是仗着它便宜也可以多买几盒，拼出来更大的车厢或者更大的基地。摘下来单独看一下车头的位置吧，这一回主要改动的地方在于两个大脚板换成了合金的材质，不论是配重还是坚固的程度，这个合金肯定是要比塑料靠谱的。我们把这一块上下半身按着这个扣子分离开，连接的关节折叠收纳起来。另外就是改动的地方，这个肩膀在原版的时候是一个转轴关节，而现在呢 POP 版把这里边换成了一个棘轮的定位，但这个地方啊，看了一下应该是个听响的拨片关节。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听个响很爽，不好的地方就是拨片的齿位啊，齿牙过密的话不是很容易定位。所以呢，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些虚位的，有一些齿位你是刚刚好，就差一点点折不到底的，所以也是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哎，我们把这两个手臂转过来，接着把里边的小翅膀掰起来，机头的这一块把灰色的部分拉出，这一块的滑动会显得比正版的那个紧一些。前方的小翅膀折开，下方的起落架拉下来。其实整体的用料手感方面来说啊，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些重要的关节位置也使用了耐磨的零件。但是呢，戴亚克隆系列作为 TT 社的天花板，在工艺方面是十分厉害的。这一回的 KO 版本，用料也好了，模具的精准度也好，这一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在代工的细节方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主要就是这些水口，如果有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干涉到变形的话，建议自己动手用笔刀削一下。其他方面还行吧。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啊，我觉得你毕竟原版要好几千块嘛，现在还炒得特别贵，这个东西目前的这个性价比还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品。我们把这个小驾驶舱打开，里边这一块保险带立起来，小人儿坐进去，上方的保险带压下来。可以看到，其实精度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这么细小的地方扣的还是非常准的。下半个变形时候，我们掏出这个车头，驾驶舱盖打开，小人儿给它坐进去。在原版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六角形的孔，就是你拔的时候不容易嘬着气儿啊。KO 版本呢，这是一个圆孔。我们把这个车头给它插上去，好，调一下。后边这里掰开这两块的合金关节，左右把这两块拉开。其实这一款主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合金的脚丫子，还有这个脚踝。当时原版听说这个脚踝不是很结实啊，这回也换成了 POM 的材质，玩起来倒是比较安全啊。合金的脚踝在质感和配重上面也有所增加。6轮接地滚动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掏出车厢，把前边中间的这两块盖板90度翻折，8棱的轴卡下来，上半身的这个飞机头插进去，也是可以跟车厢进行一个这样的搭载形式，很壮观。回归成车头，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首先前轮的位置，这里双段关节的折叠堆起来，卷到这里面去。
然后打开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整条腿放下来，翻到底盘来，轮子翘起来，卷动，双关节把它整个的收纳到腿肚子里边，脚踝翻正，转到另一侧，我们把胳膊这里延展开，接着90度往前翻，翻过来的时候再继续的滑动推到前方来，把这个滑槽的扣子怼过去，打开中间的盖板，翅膀的位置挪一下，拳头翻折出来，接着把上半身旋转180度，侧面的这个腰炮装上去，头部顺里边抠出来，翻转到后面，脑袋旋转，再跟这个关节拧180度，胸口这一节驾驶舱往里推到底，脖子再盖下来。好，车头本体的部分我们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嘛，在变形过程中啊，这个手感还是可以的。虽然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肩膀这个位置，我觉得改完了这个齿轮加的并不算太好。虽然这个增加了一些掰的齿轮关节可动，咯嘣咯嘣的很清脆，但是最后一节齿位啊，其实挺不太容易折到底的，你需要仔细的调整一下，不然变车的时候啊，这一节齿位刚好绊着，就没有横平竖直的那种感觉了。两只大脚丫子改成了合金的零件，拿起来增加了不少的手感分量，并且站立配重这个效果也是极好的。脚踝的这个关节更换了材质，转动的时候刚才也听到很明显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也是为了耐磨换了材质。胸口位置打开，里边的弹仓涂装细节的刻画也还挺细致的。头雕的造型对于原版的一个复刻，还原度细节方面做的也还可以啊，并且有上这种很亮的金属涂装的红色和金色作为点缀。不过 POP 的版本会多增加一颗头雕，这个元素就更擎天柱化多了一些。其实这一套里边，我觉得这个车厢才是本体嘛，超大的尺寸啊，细节、涂装这些刻画的地方做的都还行。车顶的这些主炮、单独的轴也都可以活动。车厢细节和正版最大的不同啊，金色的这个引擎边缘会比正版的稍微薄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不仔细对比的话，是很难看出来的。上面的这个单架炮也可以通过下方的齿轮关节和真实的液压进行调整。履带下方有辅助导轮，可这个轴挺紧的，推车滚动不是很爽。侧面这里的小抽屉同样可以打开，里边可以安插大亚小人的摩托车进行收纳。翻开侧面的支架，打开两边的锁子，这块夹板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把车厢通过齿轮关节展开，旁边两块跑道翻折出来。基地里边的内饰装潢还是很丰富的，控制面板里边的细节是已经出厂贴好的，小人儿给它坐进去，盖上舱盖，然后这一块电梯在升舱的时候啊，到了中间的这个环节的时候，会有一点卡边，就不会像正版的那么通畅啊，有一些紧。你得使点力气把这个滑道抠起来。左右的固定锁具打开，按照红色的弹簧开关，上方的这一块就可以升起来，旋转到正面来，左右这两条雷达再打开。这个其实伸缩的过程啊，也会比正版的卡一点点，会显得有一些紧。里边的电脑、指挥台、摩托车的架子、上边的置物架，还有这里的龙门吊臂。这些细节都有，把医疗舱插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将始源柱子放在这里进行整备模式了。车厢内部的黑色部分全部都是已经粘好的磁吸条，小人可以很轻松的放在这里。那么总的来说吧 ，DA65的这一套设计真的是相当不错啊，各种的玩法、互动的这种方式
都是在戴亚克隆里边非常让人着迷的一种存在。再加上大车厢展开的基地非常壮观，还能很好的跟其他的戴亚产品进行互动，所以原版的这一套炒高，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无奈啊，如今已经4000多的价格，甚至有点快够着5000的这个意味啊，也是让许多喜欢戴亚克隆的小伙伴们望而却步。POP 的这套产品出来，其实正好切入了这些玩家的痛点。虽然作为一套 KO 的产品，它的售价也不便宜，不过面对这么多的零件数量以及复杂的组装工艺，想必这套 KO 的模具费用其实应该也不低啊。KO 产品在工艺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一些细节的雕琢了，还有水口的控制，还有一些在尤其滑道地方的一个通畅程度，手感方面可能差了一些。但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戴亚克隆系列的玩家，或者说对这一套 DA65有怨念的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论是你给原版的当一个扩充的拓展包 DLC， 又或者说面对原版炒高的天价，这套 POP 或许又给了你多一重的选择。其实要我说，这个模具我感觉很多人会喜欢那款黑色的重涂版本，所以模具已经开了，我相信后边 POP 应该也会重涂黑色的吧。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